Chérie，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我就不知所措。Chérie，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不管爱你知不值得，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不管是对错的选择，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梦是你抱着我，紧紧相拥着沉默。梦是你看着我，一句热淡就足够。梦是你相信我，如果世界没有了你，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梦是你，梦是你，哦，亲爱的。坐吧。别害怕，就算前面坐满了人，你翻译你的不要受干扰。你告诉你自己，交船的时候不是也是这么多人吗？现在只不过多了这么一个同船间而已，没什么大不了。我现在准备放录音了，你先听一遍，我们先来一遍交船，这样你可以闭着眼睛翻。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以及5月9日的庆典日。Les symboles de l'Union européenne sont le drapeau européen, l'hymne européen, la devise unie dans la diversité et la journée de l'Europe le 9 mai. 很好。接下来我们试着把眼睛睁开，好吗？那好，我们一步一步慢慢来。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体的、物质的联系。第3个重要标志，欧洲议会，统一及民主的价值见证。自从1979年来，欧洲议会议员通过普选产生，选举事件被作为欧盟建设的关键时刻之一。此时政治意义的欧盟成为了人民大众的欧盟。Depuis sa mise en circulation, l'euro est devenu un symbole majeur de l'Union européenne. L'euro est le lien concret, matériel, qui unit les peuples européens entre eux. Troisième symbole important, le Parlement européen témoigne des valeurs d'unité et de démocratie. Depuis 1979, les députés européens sont élus au suffrage universel. L'événement est présenté comme l'un des moments clés de la construction européenne, celui où l'Europe politique devient une Europe des peuples. 非常好。接下来，我们试着同船怎么样？别紧张，别紧张，把眼睛睁开。没问题的。欧盟的象征标志为盟旗、盟歌、名言多元一体， Les 以及 symboles 5月 de 9日的庆典 l'Union 日。 européenne, 自从欧元正式流通，它就成为了欧盟最主要的标志。不行，欧元是把欧洲人民联合起来的具
行，我看到外面我就觉得心慌。这绝对不是身体上的问题，这是心理问题。刚才你还好好的，你告诉我你什么感受？佳阳，我觉得心慌，我害怕这块玻璃，我们出去吧，行吗？不行，不能这么轻易的放弃。你告诉我你的感受，你为什么害怕这块玻璃？这块玻璃到底怎么带给你不舒服的感觉了？我不清楚，我也说不出来。不行，一定得说。我真的不知道。说出你的感受。你现在是什么感觉？我就是觉得心慌。我看着前面一排排的座椅，我觉得上面都是人。有人怎么了？交船的时候不是也都是人吗？我觉得上面坐了很多人，我觉得他们都有生命危险，像我妈妈一样。你妈妈？不行了，佳阳，我要出去。好好好，走，咱们出去。喝口水。跟我说说，为什么会在同船间想到妈妈？我也不知道，我刚才想到就这么说了。仔细想一想，也许这个就是你心理问题的根源。为什么在同船间会想到伯母呢？你以前跟伯母进过同船间吗？没有啊。那是为什么呢？同船间里什么也没有。你从里面望出去就是一排排的座椅，为什么会想到伯母呢？想到什么了？佳阳，我好像找到我自己害怕同船间的原因了。我以前只跟你说过，我妈妈得病了，但没跟你说过具体的，对吧？大一那年，我妈妈开始经常会打嗝，我们以为她是犯了肠胃炎之类的肠胃病。后来有一阵，她开始晕倒，我们就把她送到医院。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海绵状脑部血管瘤。海绵状脑部血管瘤，那不是我哥的研究方向吗？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佳明转研究这个。医生说我妈妈的这个病是长在脑干部位，压迫了中枢神经。如果颅内出血的话，就必须要动手术。就算动手术，也只有50%的成功率。而且就算手术成功，也还是有可能会复发。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整个人都绝望了。我那段时间觉得自己一直处于精神抑郁的状态，所以才想要去看心理医生，才认识了高佳明。没想到你承受了这么多东西。好了，这些事儿都过去了。从今往后，有任何困难，我和你一起面对。自从妈妈那个时候得了这个病，我就特别害怕医院。因为我到现在还记得，妈妈做完手术的时候，有48个小时还要待在重症监护室进行观察。我当时站在外面，隔着那层玻璃，看着我妈妈，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因为做手术把头发全都剃了。我真的很想去抱抱她，去摸摸她，
但是因为隔着玻璃我做不到，我心里又很害怕。那段时间我觉得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我明白了，这个就是你修光的由来。我大学的时候第一次进同传间，我就当时一直心慌，没办法翻译，我就一直想逃避。刚才多亏你一直强迫我待在同传间里，不然我到现在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害怕同传。这下好了，问题找到了，我们现在就想办法去解决。如果解决不了呢？如果我就是没办法进行同传呢？你看，你又来。昨天我还在担心，你这是与生俱来的天性，今天就找到问题的根源了。只要不是天性，就一定有办法克服。就像翻译一样，有的人翻译速度很快，但是准确率很低；有些人翻译速度很慢，但是准确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板，但只要有意识提高自己的短板，就能增加综合素质。那你的短板是什么？就是你啊！告诉你，田主任都认为你能成为一名好的翻译。我怕让你们失望。只要你不绝望，就一定有希望。太好了，看来我这一晚上没睡没有白费，我们有突破性进展。走，带你吃早餐去。你真傻，你怎么真在这儿等了我一晚上啊？离家部的会还有一定的时间，我先陪你回家，你去洗个澡。好，走。吃早饭去。哎呦，昨天晚上在你家睡了。哎呦，你看人家过。变态，给你煮了白粥，在厨房搁着呢。变态，别忘了啊，药不能停，没事别找我。哦，还有，只许膜拜我，不许爱上我。喂，你好，帮我找一个可以做饭的阿姨。先生，粥马上就好了。啊，谢谢啊。最后，欢迎王主阁下和太太的来访，对你们的慷慨和热情表示衷心的感谢。Bienvenue à vos Altesses. Je vous remercie encore une fois pour votre passion et votre générosité. 你们的翻译很快。馆长可能一时紧张，忘了修改演讲稿。Je suis fan de la calligraphie, la culture chinoise me passionne. 我是一个书法爱好者，很喜欢中国文化。我的朋友书法家王梅芳，他非常喜欢家布，今天特地写了一幅字。Mon ami calligraphe Wang Meifang aime beaucoup le gabou. Elle a fait pour vous une calligraphie comme cadeau. 啊，quel beau caractère! À Kaboul, la situation des femmes s'améliore chaque année et pas mal de femmes deviennent artistes. Et je m'engage personnellement à l'amélioration des conditions de vie des femmes. Et pour cette même occasion, nous pouvons profiter pour inviter Wang Meifang à visiter le Kaboul. 好字，在家部，女性的地位也在逐年提高，也有不少女性成为艺术家。她本人也致力于提高女性地位。啊，王梅芳非常尊重女性，她也有很多女弟子。
Mon enfant a aussi des femmes qui ciblent. Il a un grand respect pour les femmes. Il paraît que mon frère va faire un discours sur l'amélioration des femmes en Afrique, basé sur votre femme calligraphe. On n'a pas reçu le communiqué de presse. C'est possible de reporter le discours au dîner? Tu le sais bien, le prince fait souvent des siennes. 台上出了点误会，王梅芳是个男的，你去跟王子解释一下。 Vous s'était trompé, mon méfant est monsieur. Désolé. 拿到了，还有多长时间？从现在到宴会开始还有3个小时。 你们抓紧翻，一会儿我过来校对。好。今天谢谢你啊，乔飞。如果家不王储真的因为我犯错了男女，从王梅芳开始讲女性的地位，我就真的没法弥补了。我之前就跟你说过，这家不王储想干嘛就干嘛。这王梅芳这名字听起来确实像女的哈。我也是之前翻看记录，听到馆长要去王家求字，提到王太太，我当时就觉得奇怪，所以我特地查了一下，才发现他是男的。一开始我还有点怀疑你，你没必要帮我的。哎，我之前在他身上栽的比你狠，咱们法番处不能来一个栽一个吧？没事的。 218路车是在这坐吗？你的车呢？放单位了。那你明天怎么办啊？坐公车呀，在公车上偶遇，应该不会有人说闲话了。你不用这样吧？今天翻译表现不错。饿了吧？我让礼宾部的同事给咱俩留盒饭了，你也没吃。去我家吃吧，我们家还有速冻面。 累了一天还吃速冻食品，多可怜！你来我们家，我给你做。别做了，多麻烦呀！我冰箱里还有寿司，那不还是速冻？不是速冻的，我做的。哟，你还会做寿司呢？那是，会做的多着呢。你还会做什么呀？你想吃什么？广东菜、粤菜，啊，不是广东菜就是粤菜啊。川菜。行。 日本阿姨，下班前请帮我从楼下日料店打包2人份寿司，还有天妇罗。我半个小时以后到，东西放下你就可以走了。谢谢。坐沙发上等着你，我给你快。我帮你啊。不用，你坐着等着。久等久等。 饿了吗？简单营养也健康。哎呦，白马庄园呢？你认识啊？喜欢吗？关于这个酒的特色还有历史，我能跟你聊一下午，但是我好像只喝过一次。为什么只喝过一次呢？大部分人都只喜欢拉菲。有品位，有品位吧？像你这种理论家是怎么成为侍酒师的呀？我呢？ 就是把喝红酒当成背单词，我喝一次我就得牢牢记住它，然后我多读那些专业的书。我没喝过，我气势上要过硬啊。比如呢？比如，2010年真是一个红酒的好年份啊！怎么样？
很有气势吗？有。哎呀，刚刚好，刚刚好。店里的人说啊，天妇罗凉了就不好吃了，我把寿司先拿上来，又下去买了这个。你们先吃，我就先走了啊。不懂理论也可以做寿司哈。阿姨，稍等一下。我妈一个月给你发多少钱啊？3500。这是4000，你这个月的工资，多的500是因为你照顾了我哥。应该的，应该的。你妈请我就是一天做3顿饭，到哪都是做嘛。还有就是明天你就不用来我这儿了，你就把我哥的手照顾到他康复为止，工资从我这里。就是不从你妈那领工资了，对吧？对。等我哥手康复以后呢，你也不用来我这儿了，因为我以后可能不需要别人帮忙。为什么？我找张总去谈，他肯定不会同意的。这次他同意了。是不是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没有没有，不是您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我工作出现了一些变动，我可能要出国。你真的要出国啊？对。是吧？其实你刚才不用关门的，隔音挺差的。我会照顾好我自己的。我知道你能照顾好自己，你自己在瑞士生活那么久，肯定可以。对了，你什么时候走啊？去哪儿啊？外派。嗨，我那么说是为了让那个阿姨心里舒服一点。我不走。你是为了我在跟家里闹别扭吗？你又胡思乱想，是不是我哥又跟你说什么了？其实我想过，我是你的实习生嘛，你对我好的话，别人会说你是在偏袒；你对我严格，大家也会说那装什么样子啊这种。所以只要我跟你在一起，我们的关系就会成为你事业上的屋顶，大家会一直拿我跟你在一起这件事情来说事。我不在乎，我也不害怕。我难道还要靠别人怎么说我活着吗？我只会听从我自己内心的声音。对了，跟你说件正事儿。关于你进黑匣子有心理障碍的问题，我咨询了我心理学的朋友，他们还是觉得你这种问题需要正向引导，积极的去面对，还是要多进同传间去练习。不想积极面对，你吃饭你跟我说这个干嘛呀？你先别嫌烦，这是个问题，我们得解决。你对同传间有畏惧，我一定要帮你打破这个心理障碍。所以，从明天开始，每天我带你进一次同传间。你进去的多了，你自然而然就觉得这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就不会有这么大的心理负担。起码再听到黑匣子，你不会有这么大的反应。哎呦，别唧唧歪歪了，来，干杯！祝你早日克服同传障碍。我拒绝。哎，乔飞啊，我是张医生，你不是让我有事直接跟你联系吗？张医生，是不是我妈妈的手？不是的，是今天你妈妈来复查的时候呢，晕倒了，后来呢就恢复知觉了。我带她去神脉检查了一下，还是她的老毛病了，
海绵状血管里。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一直想替你妈妈在上海做介入手术。对，医生也说了，一直在等待时机。因为血管瘤长在脑干部位，所以风险很大。是的，我们这儿神外的李主任也这么说。你不用太担心 ，CT 显示的情况呢还算良好，边界也清晰。但是他让我必须通知你，你妈妈出现晕厥的症状呢，脑干周围有个渗血点，证明最近一个阶段要加强注意，密切的观察。如果周围血管有出血前移，就需要立刻手术了。好，我马上回来吧。你也先别急，我建议你尽快和上海这边的医院联系，确定方案，把他接过去。我打电话给你的，就是让你有个心理准备。手术是势在必行了，你作为家属呢要有了解，但不要过度的担心，干扰患者的情绪。何况你妈妈的心里，你就是她的一切。我明白了，谢谢张医生。伯母有事儿，还瞒我。隔音不好，你忘了？出什么事了？没事儿，不想连累你。我起码可以帮你们联系莫雷，帮你们找医生。你知道吗？我妈妈的病，不是说轻易找一个医生，筹集到了手术费就可以去做手术了。以她的年纪，还有她的病情，要做介入式手术，必须要有最大的把握。所有人都跟我说，做手术要么成功，要么就是生死一线。你放心吧，这些经济上的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我自己扛得住，我不会拖累你的。而且，你不想连累我的真实意思就是，我们俩的情分还没有到你愿意连累我的程度。这么见外的话以后不许说了。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愿意连累我，我很高兴。谁？你有没有在想我？怎么一想到你，别害怕，我在这儿，咱们一起想办法。谁？从遇见你那天起，我是不是就深深爱上了你？不管爱你知不知道，我只要简单的快乐。不管是对错的选择，只要爱了就不会割舍。梦想相信我，如果世界没有了你，爱情就失去所有的意义。
你先别急，乔飞。你妈妈的 CT 明天能快递到上海吗？这样，明天你来医院找我。好。你好，佳阳，找什么呢？哎，主任，你有没有印象？上次瑞士劳卫部来交流的时候，有一个叫莫雷的医生。哦，你找他呀？可以去礼宾部问一下嘛。我当时留了他助理的电话，但我现在打过去已经停机了，而且我也问了随行的一些医生，别人说他现在去非洲了。哎呦，这就不好找了。要不你月底去瑞士的时候，可以直接到他医院去问问嘛。月底？对，去瑞士，时间定下来，15天以后你出发。这么快？还快呀！你都等了几年了。这段时间你可以请假，把家里该安排的安排一下。主任，这次能不能别派我去瑞士了？为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我家里有点事儿。什么事儿比你的事业更重要？外派的机遇难得，可遇不可求啊。我知道机会很重要，但是我觉得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还有就是我家现在出了点事儿，我不想离家太远。家里出什么事儿了？一个对我很重要的人生病了。你妈妈？不是我妈妈。那你爸爸和张总都知道你的决定了吗？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做主。别急着那么下决定，你再给我好好考虑一下。看什么呢？这么入迷？非洲的君主制。下午没有翻译任务，你们都去训练室训练吧。走吧。老田啊，我很好，哎，老程他也很好啊，我们家人都很好，你什么意思呀？啊，盼着我们家谁得点病啊？什么？嘉阳不去外派？哦，大概我知道一些事情。不是家里的。行吧，好，祝你身体好。进来。张总，耶，你怎么来了？工资没打给你吗？啊，收到了，收到了，我是来退工资的，嘉阳已经给我了，你再给就多了。哦，他怎么说的？他说以后我的工资就他给，但是要我去照顾佳明，等佳明的手完全康复了，他再给我找新的工作。新的工作？嘉阳是不是要外派呀？不知道。我估计大概是他谈恋爱不好意思了。昨天他带回来一个姑娘，长得还挺漂亮的。是不是佳明隔壁的女孩？佳明隔壁住的是谁？我不知道啊。对了，佳明的手怎么样了？他每天练习着缝合，缝个橘子都合不拢，看他挺受罪的。这孩子真是太执着了。这医院里又不是只有他一个外科医生，干嘛这么拼命？
呀，不让你休息吗？在家待着不踏实。哟，你呀，让你做2台手术啊，你什么就踏实了啊？走。我这次来找您啊，就想跟您说这件事儿。我的手恢复的不是很好。那天的手术不是很成功吗？手术的时候吧，可能太专心了，觉得没什么，手术完就不行了。哦，这样，我安排医院的专家给你会诊一下。哎，主任，我想再观察一段时间，毕竟我这伤啊刚好，而且我暂时还不想让别人知道。啊，我明白。主任啊，我其实是有件事求您的。我有一亲戚，他得的是脑干中枢神经区域的血管瘤，一直在等待最佳手术时期了。如果可能，我想请您和莫雷一起主刀。本来呢，我是想带他去瑞士做手术，但是我担心这个飞机啊会对他的颅内压有影响。你担心是有道理的。这种手术呢，我建议还是在国内做。现在啊，我们国家的医学水平，尤其是临床，那在世界上啊是属于领先的。至于这个主刀医生啊，你也知道，我有一段时间没做过介入手术了。做这种手术啊，最重要的是配合。要是你的手没有受伤，你就是我们医院甚至是上海最合适做这种手术的人。现在我们医院呢，这方面临床经验除了你啊，最丰富的也就是赵金良医生了。你可以跟他商量一下。主任，我再考虑一下。你漏了一句啊！还真是，不像你啊，心不在焉的。总感觉今天处理怪怪的。哪天不都这样吗？我去趟厕所啊。找我呀？你外派的时间是不是快定了？怎么了？我会好好工作的，你不用担心我。如果有假期的话，我去看你。你还要去看我呀？那么好，就为这点事儿冒这么大险跑这儿来？担心你。我有什么好担心的？下班等我。我约了人。谁呀？跟伯母的病有关吗？那是谁呀？比我还重要。就吴佳怡呀，还能有谁啊？我跟他早就约好了。那你们在哪儿？我去接你。还没最后定在哪儿呢，我结束了去找你吧。行。那晚上我在家里等你。快回去。快点。这个呀，就是肾血点，有明显的造影。阿姨如果再次出现昏厥，那情况就不好了。现在医院给打的针啊，是消炎化淤血的，但是不进行手术还是没办法控制。如果血管瘤压迫，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爆裂的危险，所以要尽快手术，转到上海医院观察2、3天，等到肾血点的淤血收干净了，马上手术。成功率是多少？小飞，你是知道的，手术没有绝对的乐观，但你也不要悲观。费用呢？原来那个你又回来了。说什么？那个倔强的，把背上的刺都拱起来，不让人接近的乔飞。我记得当初认识你的时候，你妈妈刚得了这个病，你就是像现在这样，一个人把所有的压力都扛在身上，而且冷静的可怕，不让任何人触碰你宝贵的自尊心。但是不要这样，乔飞。
会让关心你的人感到伤心。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这个。手术费一共是多少钱？最起码25万吧。开颅手术费7万多，还不算请外国专家的。术后恢复高压氧要10万，头骨修复要8万，这些都是一般材料，还不算进口。25万。钱的问题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帮你。不用，钱的事情我会自己想办法。那让程家阳帮你，他是你男朋友，名正言顺，他不处理谁处理？我给他打电话。你别。明白了。你没告诉他你来我这儿吧？看来，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如果我用这个要挟你，你能不能考虑做我的女朋友？你别胡说了，你不是这样的人。那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是一个不希望看到你伤心难过的人。程家阳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帮你分担？他是你男朋友，他不该让你一个人承受这个。佳阳马上要被外派到瑞士去了，我现在不想跟他说这个，我不想打扰他。打扰？是你的意思还是他的？这个你就别管了。请你密切帮我留意着给我妈妈做手术的医生，医药费我会自己想办法。小飞，你知道的，只要你开口，我愿意帮你，什么我都愿意做。佳明，你也知道我的，佳阳是我男朋友，我都不想拖累他。你这种性格的，有的人会认为你太替别人着想，有的人呢，又觉得你太爱逞强。你知道我怎么看吗？随便你怎么看。我觉得你两者都有，一方面你太善良，又太爱替别人着想；另一方面你又太固执，太爱逞强。没事儿，就算程家阳靠不住，我总在身边吧。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尽管告诉我。我确实有一件事情，请你一定要帮我。一定。就是关于手术费的事情，请你一定不要告诉佳阳，替我保密。行，但是条件是我来付医药费。医药费我不会要的，我会自己想办法的。你总是这样，记不记得当年你差点害自己得了抑郁症？小飞，自尊心太强是自卑的表现。也许你一直在自欺欺人。你打心眼里知道你和程家阳不是一路人，你们的爱情就像温室里的花朵，一经风雨就会被摧毁，所以你不敢让它经受考验。今天就到这儿吧，我先走。不要再自欺欺人了。爱像奔跑的蜗牛，晃悠悠，背囊里预备的温柔，精心保留，在拥挤人群里等候，频频回首，直到你出现才罢休。离开界限，你是我的终点。未来多少冒险不后退，永远不算远。爱情的旅途要攀登多久？一步追着你走，有时是朋友，有时像对手，有时害怕爱的不够。慢慢的爱情，慢慢的享受，在追上你以后。